我只差1刀就行，能击败这只神秘的机械巨兽。可是小师弟却突然溜走了，导致我遭受严重伤势。我事后只是随口对他发了一句牢骚，向师姐师妹们寄予了疯狂的报复，请给我一些丹药。闯入了我的神殿，甚至将我的灵宠活生生的炼化。我在一个阴雨的夜晚，心如刀割，悲痛欲绝。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回到了和小师弟一起猎杀魔兽的那一天。在魔兽的嘶吼声中，师弟突然丢剑就逃走，边逃边大喊：这个怪物已经存在了5000年，我们怎么可能对其造成伤害呢？他迅速解除了束缚，魔兽猛地转身冲向前方。我庆幸经历过一次死亡，早有所准备。在魔兽飞越空中时，有人以一记滑铲猛然冲向他正下方。我身上沾满了漫天血雨，那剑深深地刺入了我的腹骨，我就像是从地狱中挣脱出来的恶魔。玄一甚至忘了开口。众人惊奇的注视下，我用一只脚踏在魔兽身上，手持利刃猛地挥动，掏出了瘦弱的骨骼。师姐师妹们满眼惊奇，毕竟这是一只5000年来的魔兽。我们4个人出发时原本以为无法实现，但没想到我一个人就成功克服了困难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拖着沾满鲜血的剑走了上前。玄一就像一记狠狠的拳头击中了脸，你的心和我的心都好糊涂，像个蠢猪一样。拳头真是很利，我将人打倒在地。玄一目瞪口呆地望着我，我直直地指着他的鼻子，废物玉魔兽不拔剑，我反而投降了，你几乎害死了我。我并非有意的。玄一的垂下眼眸，眼眶泛红。只是那只魔兽太可怜了，他向来喜欢这样，总是先闯祸。我向师姐师妹展现着仁义道德，希望赢得他们的同情。师兄闭嘴！我对师妹玄瑶瞪了一眼，训斥师弟插嘴的时候轮不到你，我有资格吗？二师姐玄幽向前迈了一步，眼中充满了威严玄明。小师弟修为尚浅，我们大家都闭嘴。我瞥了他一眼，玄幽立刻愣住了。大师姐为他撑腰，这是你的师姐，又有何不可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对他们冷笑。这种猎杀魔兽的危险行为，你们作为师姐应该采取严厉措施，而不是纵容玄逸在危机时逃之夭夭。如果不是我及时反应，现在可能已经被魔兽咬断经脉了。你们为何不惩罚罪魁祸首，反而阻止我制裁这些逆徒？你们究竟是何居心？师门的等级制度应该严格执行。大师姐何曾受过如此冒犯？她当下皱起了眉头。小师弟，不要再提他修为尚浅而感到畏惧。我打断了他，这种言论说多了你不觉得讨厌吗？我认为再这么说就过分了，炼气新人不会接受这种说法。他的行为显然是想让某人陷入困境。我说完这句话后，拔出剑来指向几个人，身上还残留着与魔兽搏斗时留下的血迹，我一一扫视过去。如果再有人试图阻拦我回城的路，那么他们的下场只能和魔兽一样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失去了人性，成为了一只恶鬼。这几个人也因此目睹了我的变化。我展现出了杀死魔兽的英姿，让对方不敢招惹我，只是皱着眉头。我冷哼一声，收起剑，走到小师弟面前，看着他这个废物，临阵胆气，扔下剑逃走，差点害死敌人。返回神庙吧，贵族，你将有3天时间好好反省。如果我发现你偷懒，我会亲自惩罚你。说完，他把兽骨放进了我的置物袋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突然，大师姐玄清叫住了我，她的声音充满了威严。这次猎魔是为了帮助小师弟晋升阶级，你为什么要独自占有兽尾？我冷冷地笑了一下，毕竟这只魔兽最终是我一个人猎杀的。如果你想和小师弟亲密接触，那也要有相应的能力才行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找了一家客栈，换上了一身干净的道袍。得知小弟子消息称师尊回来了，我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师尊原本在外游历，按理说还有3个月才会回来，怎么会这么突然呢？原来是师姐他们亲自去请师尊回来的。小弟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玄逸师兄在您的神庙跪倒过去，但是想到您的惩罚，又坚持不去休息。师姐们无奈之下，紧急请了师尊回山。话音未落，远处的一道雾已经来到了我眼前。师尊黑着脸说，来人，把他带到一天堂。一天堂那是专门审判犯了大错的弟子的场所。你的师弟刚刚遭遇了魔兽的围猎，此时正身体虚弱，你身为师兄却没有施以援手，反而命他跪在你的神庙前。你这种行为真不像是一个合格的师兄。在师尊震怒的脸庞前，我只是淡淡一笑。师尊，您真的认为魔兽是他杀死的吗？没想到师妹比我更早站出来了。魔兽围猎实在太危险了，玄逸师兄修为尚浅，实在支撑不住，被魔兽打掉了。我不想让大师兄误会，我以为他可怜魔兽。我看着他，你确定如此？不想二师姐出面？师尊，玄逸这次是为了自己升阶猎杀魔兽，怎会可怜他们？玄明师弟不仅误会他，还私吞了他的兽骨，实在是小肚鸡肠了些。师尊脸色阴沉，你说的没错，玄明拿走了玄逸用来升阶的兽物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大师姐就做出了决定。师尊，玄逸师弟并没有抱怨，反而带着病体跪在玄明的神庙前。如果我们不为他伸张正义，这件事会传扬出去，有人竟然愿意加入宗门。我咬紧牙关，师尊，师弟从未攻击过魔兽，反而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们。够了！师尊打断了我的话，下一秒，他拿起了腰间闪闪发光的5000年兽，他冷冷地注视着我，证据确凿，而你却还想狡辩。玄逸是我亲自制造的，我比你更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让我感到非常失望。悬念在我心头萦绕，我和他的呼吸似乎一致。他背过身去，我站在一旁，看着有人被玄冥私自使用刑法诬陷师弟，最终师弟愧不成仁，变为师兄。这一切让他失去了一切道义，修为也被废去，只能成为侍从侍奉玄一。我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师尊，令我惊讶的是，他竟然拒绝给我解释的机会。我曾将他视如父亲般倾诉，但在众门弟子面前，他却让我蒙羞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师尊，我冤枉！就在师姐师妹按住我的手，我拼命挣扎的时候，一道熊熊烈焰划过，
紧接着，一只火红狐狸提着那只兽物跳到了我脚下。它是我驯养的灵兽，竟然如此大胆地闯入了圣地，你是否还尊重这些规矩？大师姐抽出剑，准备应对。柔软渐渐地转变成了人形，野性美妖娆的面容逐渐清晰，血液在体内轻轻流淌。大师姐曾经也说过，我就像一只畜生，但畜生又何曾遵守过任何规矩呢？我不禁嘲讽地抛起兽骨，然后又轻轻接住。这一幕充满了讽刺的意味。你们一个接一个地说着悬疑、英勇、无奈，现在我会让你们见识一番。他感到无奈。宗门的弟子早已被动静吸引，此时纷纷瞪大眼睛注视着半空中投射的影像。往生镜，我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怎么有这玩意？这可是能看到过往的商务神器，我只在典籍中看过往。”软软对我笑了笑。在部落的藏宝室中，我身穿单薄衣衫，与神秘影像交错。本来我和玄一可以联手，轻松地击败魔兽。但是当魔兽发出一声嘶吼时，玄一却突然放下了手中的剑，开始同情魔兽。听到我的弟子们议论，我知道他们在质疑，这是什么行为？明明是个好机会，为什么要丢下剑呢？大师兄被咬了，但下一秒却全是惊叹。大师兄的身法实在太漂亮了，就连师尊看到我满身是血挖出兽骨的样子，也愣了一下。已经有人看不下去了，这就是大师兄。换成玄一和另一个人搭档，那一下子不死也得经脉寸断，我真服了。平时凹胜负人设也就算了，那可是5000年的魔兽啊，会死人的。我若是大师兄，何止让他跪3日？舆论越来越大，二师姐一剑指下去，闭嘴！你们这些人怎么敢随意评论前辈？我拔剑起身，直指二师姐。剑修者的剑只为斩敌，又何须对弟子出口恶言？师尊教导你们如此吗？二师姐也是宗门的要员，又何必受此待遇？她咬牙切齿地盯着我，仿佛要考验我的剑是否锋利。我放下剑，微微眯起双眼，没有剑也未必不具威胁。够了！师尊脸色凝重，客厅众人始终顾及宗门颜面。他咬牙开口，所有人都黯然失色。师尊的话像是为他开脱，但实际上却是在掩护他的罪行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心中突然空落了一块。身着薄衣的我留在原地，周围的人各怀心思，不再提及此事。按照规定，应该废除一部分修为，剥夺二师兄的身份。不仅如此，那些助纣为虐的师姐师妹们也应受到惩罚。然而，他却毫不在意地跳过了这些问题，反而对我施以严厉对待。我握着剑柄的手在颤抖，在死寂中，一只软软毛茸茸的大尾巴慢慢地将我缓缓地拉了起来，给予我温暖。双手递来兽骨，我惊诧地看着，主人，请快拿好，别再被别人掳走才是最重要的。他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小师弟，我不禁皱起了眉头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只是不小心晕过去了。醒来后才发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。师兄，我虽然能力有限，但我从未想过给别人添麻烦，更不敢觊觎你的物品。师兄，请不要误会。说着他哽咽了起来，没想到师兄却温和地笑了笑。哥哥，你那点心思哪能瞒得过常人？没有必要在我这个狐狸面前装作刀光剑影的样子。小师弟的身形似乎变瘦了，我不以为然地笑了笑。从未想过会给别人惹麻烦，更不曾想过去争夺稀有的资源。但我要问你，当师尊把这份珍贵的资源给予你时，你为何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呢？他被问得一时无言以对，说完不回头，悄然离开。随后谣言四起，大家目睹了当时的一切，加上他常常凸显胜负心态，未对下属做出任何恶行，如今却备受流言困扰。金丹期比我们这些练习期的要好太多了，但总是说连基本的剑术都不会，谁需要那些杀人的技能呢？装什么样子？不会就算了，前几天还跟着打剑，然后在最激烈的时候说这是杀人的工具，扔下剑就走了。我的好玄铁啊！大家都说诋毁师兄是不好的行为，虽然我应该出面解决，但我选择了置之不理。我只专注于学习这5000年的兽物知识。突然间，我的门被疯狂地敲响，一个神秘的声音说：“师兄，你开门，我需要向您解释，我已经召集了所有弟子。”说着，我突然拍打起来，气息一下子变得不稳，差点被兽骨巨大的法力反噬。吸收兽骨时必须保持绝对安静，一旦分神或失去稳定的气息，就容易遭受反噬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他必然了解这个道理。我迅速镇定下来，停止了思考，站起身来，我用力敲了敲门，一记重拳狠狠地击中了他的脸，有些放肆。在吸收和受补的过程中，不允许被打扰。你为何突然敲门？有何居心？他警觉地向后退了2步。师兄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。嘴角肿了起来，我感到一股忍辱负重的情绪。对不起，我愧对您。一个金丹期修士，我竟然也会犯这种错误，真是愧对师门教导。请您问问身后的弟子们，哪一个不清楚这基本的道理？我的副手站在一旁，好像在冷眼旁观。我只是听闻您前来向我解释。他眼睛闪亮着，原来是师兄。大家都误会了我。师兄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你几乎让我再次丧命。我打断他，我不接受你这种人的解释。大家对他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。我挥挥袖，还在这里聚在一起做什么？都散了，之后不准随便在我的殿前聚集。大家很快散开，只剩下玄仪，拳头紧握，眼眶发红，一副委屈又倔强的神情。软软从小窝里蹦了出来。我迎接他的到来，询问他有什么事情。我对那个小师弟的出现感到厌烦，觉得他很糟糕。说完后，我转过身关上了门，并设置了一个结界，以便时刻观察外面的情况。果然不久之后，小师妹就走了过来。她轻轻抱住玄逸，无妨，此计不成，我们依然有办法。我冷笑一声，果然，这个趁着我吸收兽骨的时候，带着众弟子来拍门的主意是玄瑶出的。小师妹玄瑶刚刚晋升筑基，需要吸收兽骨的时候，我曾再三叮咛她，绝对不能受到干扰。我甚至向她展示了上一位不听劝告而惨死的前辈的悲惨下场。然而，她不仅让门外的人敲响了门，还让他带着众多弟子，似乎要制造更大的骚动，让我自食恶果。我用食指敲击着桌面，
等待他接下来的计划。正在进行最后的兽武吸收时，店门突然被人踹开，我软软摔倒在地，脸上带着战斗的伤痕。幸好我已经是最后一人，否则看到软软这个样子，我势必会被反噬。大胆，竟然敢擅闯我的房间！我扶起软软，怒视着师妹玄瑶。她阴沉着脸，递出师尊口谕：师尊有令，要我等出山寻回玄逸师兄。我一皱眉，他走了。要不是你昨日让他难堪，他怎会走？玄瑶握着剑柄的手在颤抖，他不过就是个心地善良的公子，你竟然要他受如此奇耻大辱！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怕我一巴掌扇到他脸上。谁准你对师兄放肆？他手持利剑挡在软软身前，直指着玄瑶说：玄瑶，你要明白，以我的修为，轻而易举就能杀了你。软软捂着脸，眼中似乎充满不甘，但一想到玄逸，他只能冷笑一声。我略显敷衍地做了一拱手，这实在是我的不对，还请师兄见谅。我拿到了师尊的口谕，考虑再三，我有了一些对策，但我认为还是不应该让他为此担心。既然是师尊的命令，我也无法违背，那么我就会离开这座山了。走下山后，我和玄瑶一起进入了玄一最后消失的客栈，门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。我突然回头，发现身后聚集了大批侍卫。我问玄瑶：你这是何意？玄瑶缓缓地笑了起来。我拿出了另一份师尊的口谕，抱歉，师兄刚才给你看的那份是假的，我认为这份更像是真正的口谕，那是师尊对我的处置，格杀勿论。抱歉了师兄，你这段时间对玄逸师兄做了很多坏事，师尊让我来管理门户。他说着一边拔出长剑。我沉眉，你认为你能战胜我吗？他说着伸手向腰间，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。悬崖上传来一声笑叫，师兄原来是在找佩剑，可惜了，师尊已经将您的剑交给了手下人，他们已经回到了师门。我紧紧握拳，因为在宗门中没有剑就像是束手就擒一样。不仅如此，悬崖前还有几十人持长枪指向我，